你跟我们家纳兰是怎么认识的？实话实说。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动我先试试。你让我动的啊？动开，臭流氓！说谁臭流氓？哎，叔叔不好意思啊。说谁臭流氓？说你臭流氓！我流氓身边你没见过吧？我就让你见识见识。来亲一个。动开！装什么清纯呀？啊！你自己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干你表上都是婊子，知道吗？婊子，婊子！想干嘛？干嘛？想干嘛？骂谁呢？骂他呢？干嘛？干嘛？想打？干嘛？打你了？打你什么？冷静点！你冷静点！郭麒麟，坐稳！火气太大，有话好好说。关你什么事？行了，行了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走，过来，走，干嘛过来？老董撵他来，来呀！过来，过来，走，来，你还愣在这干什么？走。真威风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你走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继续。邹月，哎，郭新年，你什么情况？你出来了？你现在就已经出来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怪不得给他们打电话没人接呢，都瞒着我是吧？哎，不是，你别激动，我这不出来了吗？啊，这个想给你个惊喜。兄弟，你受苦了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全虚全影儿，毫发无损，放心吧。我就是觉得有点困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在里边住上一段时间，绝对能多活好几年。我这在里边天天早睡早起，身体好，这个作息规律啊，健康生活。对，健康生活，咱都得好好活着。哎，我怎么听说那王八蛋敢把咱服务器全给停了？谁给他的胆啊？啊，老大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是进去过的人啊，我怕他什么呀？等我见他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你要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触犯法律的事咱不能干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别生气。我是被政府教育过的人，我不敢造次了。我就是觉得，我这一出来，直接就给我拉到高大上的俱乐部，我这心里有点不大适应。你们这些个腐朽的资产阶级啊！我等你。喝口水。这也没别人，有什么委屈都哭出来吧。你听到了吗？经常骂干我们这行的都是婊子，利用各种关系，不择手段调来好项目，
是有点像。他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也这么骂过你吗？他敢，他要敢这么说，我打死他。所以说是我贱啊。他骂我什么都可以。其实他说的也对，你说我算个什么东西？罗维不要我，现在郭新年也不要我。我们分手了，我把它还给你了。温蒂，你说什么呢？郭新年存储了你们往来的语音文件，我早就偷偷听过了。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呀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呀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呀？很熟悉吧？你冷静一点儿。这件事儿很特殊，他当时一个人骑车去了死亡谷，没有音讯，我真的以为他会死。只要你有起码的同情心，你都会认为这事儿很正常。正常，太正常了。你到现在还不承认你喜欢郭新年？那你为什么要牵他的手？我都看见了，你牵着他的手进了贵宾室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论这些。纳兰，你别骗自己了。你拉他手的时候，脸上那份得意是掩盖不住的。温迪，我们今天来这儿是干什么的？你很清楚啊。我们是来谈判的。当时郭新年很紧张，我拉他的手只是让他放松一点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有眼睛，我不瞎，看得清楚。行了，老大，有点酸。看见没？比跟我都亲。刚才在看守所门口都没见他这么抱我。我一直在想，他俩到底什么关系？断臂吗？那你比我们俩了解。别胡说八道啊！这叫做趣味相投。行了行了，差不多行了。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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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公共场合。红四方面军终于胜利会师，是北上抗日，还是向西转进？我等着老大给我指明革命道路。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请。
给你看着还挺大的，别看，你别跟老大那么腻歪，行不行？不好意思，还得借用一下。我想跟卢卡单独待会儿。听见了吗？人家说想单独待会儿，没你们俩。Let's go。干嘛呀？说说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我现在是取保候审啊。就是虽然我没有罪，但是我是案发现场的当事人，所以我得提供证据。我不是问这个，我是问，你怎么就被放出来了？他们怎么就确认你没有罪？庄小蝶在医院急救的时候，有一个血块压迫了她的后脑神经，但是经过验证，这个伤是48小时之前的，是个旧伤，所以作案时间跟我那儿对不上。而且他这个伤也不是酒瓶子砸的，所以作案凶器跟我那儿也对不上。而且警察还调取了我们楼道的监控录像，你猜这个庄小蝶有几条腿？几条腿？4条腿。有个王八蛋把他背上去的，但是这个楼道里太黑，看不清这个王八蛋长什么样。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，这就是一个转移罪证、嫁祸于人的案子。明白了。兰兰，每次我爸给我打电话，总要问郭新年，比问我都多。我爸说，父母是半辈子的依靠，男人才是一辈子的。我做梦的时候就想，等到过年的时候，我要带郭新年回老家，我要像你一样，牵着他的手去见我爸。我做梦都想的事情，现在全被你干了。你说过，咱俩不是朋友，但我也说过，我一定不是你的敌人。一会儿，我送你回家。走吧，找他们3个去。机场！我打死你！冷静点！
一不留神你就飞过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飞过去那一拳，吃奶的劲儿我都使上了。你是没听见那鼻子断裂的声音，太他妈爽了！以后不许这么冲动啊！这小子，贱在此，大在此。你还要打劫啊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光荣啊？没有，警察同志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正在特别认真的反省。你们的笔录问询已经结束了，回去等待处理结果吧。那具体怎么处理啊？如果对方不做出和解，很可能要走法律程序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打听一个事儿啊，那个叫孙晓峰的人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怎么？你们和他是一伙的？啊，不是，我们不认识他，我就随便一问。孙晓峰属于故意伤害，情节比较严重，要做另案处理。你们有什么事情，不要那么冲动，可以找我们警察。尤其是你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你刚刚洗脱了犯罪嫌疑，就不要再寻衅滋事了，明白了吗？报告检察同志，听明白了，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改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疼，滚！少爷，护士下次会注意。老爷，万幸伤口扎得不深，没伤着骨头，您放心。坐。老金总，金城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小小皮肉伤而已，年轻人有点教训好。真是没想到，怎么会弄成这样呢？这话我要正问你呢。我是洛菲斯的客人，魔镜是洛菲斯的客户，是不大一样。彭总亲自登门拜访，是替他们向我道歉吗？老金总，我今天确实是来负荆请罪的，都怪我没有安排好。魔镜的那几个年轻人，我会批评他们。您要是心里过不去，我会要求他们登门道歉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老金总，关于停服务器的事，还得麻烦您跟几大运营商做工作，请他们抬手。这我听不懂了。这我一个老头子，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我能去管停服务器的事情？老金总，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不仅是魔晶扛不住了，就连我们洛菲斯也一点余地都没有了。说到余地，让我想起了在缅甸，我认识了一个做艺术矿买卖的，有个内鬼偷他的石头，他私下卖给了珠宝商，
他把他自己折磨得没有人形了，才一枪崩了呢。我就纳闷了，杀都杀了，为什么要折磨他呢？他告诉我，我不给他留一点余地，我不给他报复的机会，我让他做鬼都怕我。巧了，我也是这样的人。叶问那是古装，我这是长装，少林。你是进看守所还是上武校了？跟我一块儿在里面呢，其中有一位大哥是个练家子，他媳妇让人欺负了，自己特别气不过，就叭这出手一中就给人打残了。然后呢，他就看着我，觉得我特别有武术天赋，啊，像个练武奇才，就哭着喊着非得就教我，没辙。啊！看出来了。你还坐这儿干嘛呀？老爷让我照顾你啊。我不用你照顾。去，帮我把他们都杀了。别太冲动。总算完事儿了。彭总，还有京城的医药费单据你还没签呢。你说我这哄起的，两边不是人。彭总，大兰，你把你上次写的南洋科技研发中心的投资报告给我，我要签字，递交总部。我那份报告是否了那个研发中心啊？你不投了？不投了。这次酒会，我得到的唯一对我有用的东西就是，我们不能掉到京城的这个坑里去。我觉得他离出事不远了。专业，还是赵总打得好。哎，还好还好。哎，彭总，你说你在英国待那么多年，你这球怎么不好好练练？我在那边哪有这时间啊？我都是没日没夜的工作。
哪像在中国，打个高尔夫公司还能报销，不怕你笑话。在我们英国洛菲斯总部，主要的娱乐就是爬山，没有其他项目了。你呀，跟 Tony 是一路人，挣那么多钱都不知道给谁挣的。哎，像你们这样的，将来到了天堂也是天堂的好员工。黄总，麒麟收购魔晶的合同，到现在我们没有收到。几位股东想托我请示一下您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是瞧不起我们呢，还是待遇不够优厚啊？这件事一言难尽啊。怎么个一言难尽啊？哪儿难啊？奔腾总好像不太积极啊。合同的事儿，我给他打了2次电话，他都是不咸不淡的。俗话说，褒贬是买家嘛。他是不咸不淡的，我也就摸不准了。李奔腾收购魔晶这件事儿，不是1天2天了吧？他私自借给魔晶这5000万，到现在都没个说法。您觉着他是不感兴趣吗？彭总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个职业商人，你也不用跟我这老谋深算这一套，您就告诉我，到底是哪儿难？我觉得，如果获得不了奔腾总的支持，这份合同进展到一半儿，就会推不动了。这种事情会很尴尬的，既对不住赵总您的一番苦心，那边我又把魔晶得罪死了，我何苦夹在这里边呢？赵总，要不您5位把意见统一了？赵总，Tony你是了解的，他1天3遍，我们现在真的摸不准他。你也知道，他是个在肚子里做功课的人，如果不布局好，他是不会吭声的。还有，您怕得罪李奔腾，就不怕得罪我们4个是吧？哎呀，你看您这话说的，麒麟能从洛菲斯手里把魔晶的股份买走，让我们有这么好的盈利，哪敢得罪您呐？方总，我给你个定心丸，让你安心好不好？麒麟收购洛菲斯手里的魔晶股份，我们4个肯定是一致同意的，而且我们4个的股份加在一起要比李奔腾多。董事会上4个人举手，通过肯定没有障碍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保证奔腾会出现在收购仪式上，让他当场签字，参加仪式高高兴兴的，毕竟他是麒麟的形象，对吗？如果哪一点我做不到，我赵欢按照现在股份的价格10倍赔给你，怎么样？好，咱们就说定了，我这就回去推进合同。哎，彭总，球还没打完呢，您慢慢玩，赵总。李总，坐。手机给我。啊？行动电话、手提电话，不管你叫它什么，给我。把它收好，给罗先生打一个收条。好。哎，从现在开始，用这只手机，电话卡是新注册的。原来手机里的联络人，除了父母、亲人之外，我劝你就不要再联系了。还有，像京城、洛菲斯、莫云生这样的人，以后也少招惹。
他们能够给你的，我也能够给你；他们不能够给你的，是我的信任。你现在应该努力争取，证明自己值得我对你信任。行，没问题。但是电话上还有一些我有用的东西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只要说得出来，我现在让他拿回来给你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什么对你有用，就是我对你的信任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把那天在洗手间给我看的软件开发计划给执行出来。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所以我希望你也下定决心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还需要那只手机吗？不需要。我帮你准备了一套大房子，一会儿秘书会带你过去。你身边那个叫何小萌的小朋友，我已经派人把他接过去了。我给你15天的时间，你得把那个软件计划的构想给细化。你得告诉我开发路径，告诉我需要多少人才、多少设备。你只有半个月。半个月可不够啊！半个月已经太久了。关于魔晶股份的问题，赵欢特意找我谈过一次，态度强硬。我看李奔腾已经跟他们分裂了，现在是我们出售魔晶股份最佳的时机。无论我们抬多高的价格，他们都会赌气收下。他们赌的那口气，就是我们的利润。彭总，我要跟你谈一谈。现在吗？我可以到门口等你。你还知道有门啊？我看到法务部在做合同，公司要把魔晶的股份全都卖给麒麟。你去法务那儿干什么？要教我怎么做生意吗？我是洛菲斯派驻魔晶的股权代表，这件事你是不是应该先跟我说一声？该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。彭总，仲裁结果还没有下来，魔晶很需要你的支持。如果你现在撤梯子的话，是不是太没有道义了？道义的市值是多少？你在洛菲斯是怎么工作的？你每个月拿的工资都是善款吗？魔晶一定会输吗？万一他赢了呢？市值暴涨，你会不会后悔现在的决定做得太草率了？你有什么内部消息，赶快跟我分享一下。那秘书长那儿我应该去走动走动了，你替我道个歉，我最近太忙了。别跟我扯我爸，他是不会跟我说公事的。我只是觉得魔晶还没有到最后一刻。如果你现在卖了，这一定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商业失误。我跟你摊底牌吧，大胆，魔晶走不远了，他的路走到头了。李奔腾那么热心买股份，突然就蔫了。他和麒麟的4大股东有了分歧，如果单单是麒麟加个语音功能，不至于此。我知道李奔腾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抱负远大，资金雄厚，就算魔晶赢了仲裁，他能赢得了李奔腾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也希望魔晶能够突围，我希望他能尽快的上市，能有丰厚的利润。可他已经输了，你要客观一点。
奔腾为什么一定要对付魔羯？你要是李奔腾，你会看着魔镜做大吗？养虎为患这个道理，难道你都不懂吗？这份合同我可以还钱，但有条件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你要问问那秘书长仲裁结果的事情，提前告诉我。你还要和郭新年再谈一谈，看看他还有没有什么底牌。李总啊，我把我的软件计划书写出来，递给您，然后您再递给你们麒麟的董事会，你们董事会组织讨论，然后得出结论。然后再给我组织软件工程师，然后我再跟他们再磨合、再讨论，然后保守估计2、3个月啊，最起码的。我刚刚有说到董事会吗？在这件事情上，只有我跟你，你的所有费用、开发的费用、吃住行的费用，甚至你剪头发的费用，都是我个人支付的。你们麒麟的董事会不支持你是吗？那你就是在玩火了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玩火可以啊，但是你能确定玩火火不烧到你自己吗？把手机打开。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？这上面有天猫、麒麟、去哪儿、大众点评、天气、会员服务、新闻，这些是什么？每一个 APP 都是一个入口。想要在移动互联网上讨一口饭吃，首先你就要拥有一个这样的入口，或者说一张船票。一艘战舰，我告诉你，移动互联网的战争就快要打响了，所以我需要你做一艘航空母舰，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。所以你只要全心投入这件事情，其他的事情你不需要考虑，也不需要多想。就您刚才说这一套话。随便找一个中二少年都能说得像您一样漂亮，光说漂亮话没用。我已经把我自己交给您了，您呢？哎，说说，您能给我什么？给我托个底。曾经毛主席跟其他领导说，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观点，我就再回到井冈山上，重新组织红军队伍，继续革命。我现在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。这栋大楼，这个企业，甚至这只麒麟，我都可以不要。我还有一点存款，有一张行军床。我自己也是一个好的软件设计师。我给你的这个答案，你满意吗？李秘书，咱们走。15天。
撞死你！还较劲儿是吧？撞死你！来，我撞死你！小样子，跟我较劲儿！太阳打西边出来，一个高级软件工程师，居然跑到游戏厅来骑摩托，你可真有闲工夫。那怎么办呀？公司也待不了了呀。卢卡回来了，人家在公司中间立了个桩子，天天练咏春，人家要当叶问，我还不能出来玩一玩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天天出来玩游戏，我撞死你！来呀，较劲儿是吧？哎，怎么了？你真幼稚！你跟卢卡的行为就像个街头混混，这样做对仲裁结果没有一点好处。我知道啊，但是金城那混蛋，我就是得打他，打了就打了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他不是一直跟我耍大流氓吗？我还不能当把街头小混混了。再说了，官司反正赢不了，我出口气儿还不行吗？郭青年，你想过没有？要是魔晶的官司输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向沃云生先生学习，金盆洗手。我将来要是再做软件，我把我手给剁了。这是你说的啊？啊？那我建议你马上把我娶了，跟我结婚。啊？我是说认真的，我有钱啊，我养你，给你开个游戏厅，让你好好玩，玩个够。生气了？我当然生气了。你确定仲裁官司已经输了吗？如果连你自己都放弃了，就没人帮得了你了。我真的扛不住了。我恨不得仲裁结果马上出来，一刀把我捅死得了。这种钝刀割肉的感觉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小强，是那个打不死的郭小强，没想到你也有认怂的时候。答辩书上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能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就把这个交给你爸得了。你先别着急呀，你这回写的材料最好不要像是一份自我辩护的发言稿，你只要讲清楚，互联网创新和旧有垄断之间是有矛盾的，实事求是，越客观越好。你今天一定要写完，晚上我要拿给我爸。我在仲裁庭上所有的发言，你爸都听过了。而且这算什么呀？走后门啊！你可跟我说过，你爸是个正直的人。是，也许我爸不能左右仲裁的结果，但他可以把你写的材料交给更高的领导看。我坚信，国家是支持互联网创新的。你真觉得这么做有用吗？虽然人事已尽，天命难违，但是我们把该做的都做了，也许老天爷会开眼的。写。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
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没用啊！你得给何东升打一电话，命令他把魔镜的服务器彻底停了，这次停到他垮为止。一边是洛菲斯苹果店，一边是我。何龙生会选择得罪哪一边？他敢得罪您吗？他要得罪您，我连他一块儿收拾了。做人做事要留余地。何龙生停了2次服务器了，还算听话，可以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再停1次，不用打官司，魔镜也完蛋了。所以现在火候刚刚好，狗急了还跳墙呢。你不希望魔镜的人跟我们拼命吧？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他是一块瓦，你是一块玉，他伤得起，你伤不起。哎，你自己说的啊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现在又说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儿子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我回香港了。手机屏幕5英寸，笔记本13英寸 ，PC 20英寸，这就是区别。什么叫便携？什么叫移动互联网？你告诉我是5英寸的东西便携，还是13英寸的东西便携？你先别说你那什么便携不便携的事儿，我就问你，咱们自己能做的事儿，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找团队？是我要找。从我介入魔镜这件事到今天有多久了？你们做了没有？做了。洛菲斯公司我已经谈了，收购计划正常进行。魔镜肯定会是垮的，你让我把它整个端给你吗？不就是个语音功能吗？你跟洛菲斯谈怎么没告诉我？也不是他一个人去的，我也跟他去了。关于股份收购这件事情吧，咱不都是表决通过了吗？我保证，1个星期之内，语音功能上线，好不好？干得漂亮！陶你这态度不对啊！你这样太走极端，你早晚有一天呢会害了大家的。你把话说清楚，我害谁了？现在我们的麒麟软件已经很成熟了，对吧？我们的用户群已经上了2亿多了。不够，不够，我的理想是8亿，是15亿。对，你的理想，地球人都知道。啊，喝茶。究竟是要推出传统界面的 Apple II， 还是推出图形界面的 Mac？ 乔布斯跟他的伙伴有着巨大的意见分歧，董事会不敢冒险，导致乔布斯的出走。苹果花了整整10年才等到乔布斯的回归。2001年，乔布斯推出了 iPod，1年之内疯狂销售7000万台，占苹果当年销售收入的45%。即便这么成功，乔布斯还是担心，因为他看到了。在手机上装上摄像头之后，直接导致了数码相机市场萎缩。于是他想到，如果在手机内内置了音乐播放器，那一天就会是 iPad 的末日。所以他发明了 iPhone， 终结了 iPad。乔布斯用 Mac 革了 Apple II 的命，用 iPhone 终结了 iPad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伟大，这叫创业者。认清了方向。自我颠覆，自我终结。每个产品都有它的生命周期，与其让别人动手，不如我们自己来。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能改变的话，还说什么改变社会、改变世界？咱们别动不动就要改变世界，好吗 ，Tony？ 这是你一个人的想法。公司呢，现在是越来越大了，我们的年纪呢也越来越大了。可我们这哥几个
体力和精力那是越来越小了，你得正视这个现实。看我这小肚，查都不用查。你不用看，三高我知道。还是你最关心我，但是呢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医生跟我说了，如果还想活20年的话，必须放下工作，要不然呢，哪天嘎巴一下就死电脑前面了。人的生命也是有周期的，我不怕死，我有儿子。但是我想看到我儿子将来上完大学以后毕业以后娶个媳妇，再给我生个孙子。真的。哎呀，现在啊，特别怀念咱们当时创业，通宵达旦加班的日子。身体不允许。关于魔晶的调查材料我看了，写的不错，数据也很详实。不过办事流程你不太了解。我公公在国家单位，大小也是个领导。领导要决策一件事儿，首先要调查，要了解情况，然后是调研会、决策会。等这一切全都搞清楚了，可能咱魔晶也就关门了。这份材料真的是纳兰让你写的吗？他能递得上去吗？卢卡怎么了？看样子不像练着玩的，这是往死里练的。昨天晚上他跟我吵架了，他说我要不让他练，他就搬出去，跟我分手。哥，吃饭了。又吃这个？还有这个。哥，你不是要给李总打电话吗？你就这么认了呀？我以为你开玩笑呢，你真就这么认了呀？他不认能怎么办呢？给人打电话，让人家给咱们开5星酒店。咱们这是在创业呢，创业，这么点苦都吃不了，将来能干出什么大事儿啊？我不是怕吃苦，我是怕人家没把咱们当回事儿，那就太没意思了。生活不能被工作绑架。陶内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现在什么都有了，还整天泡在公司，睡在行军床上，吃着泡面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但是你能不能换个生活方式啊？学学别人，喝喝茶，品品酒，爬爬山。像你，我可以带你。行。守业，那么咱们就把钱拿来分了吧，也不用开发新产品了，别通宵达旦加班了。
直接出国享受带薪长假，回去把旧的车卖了，拿去买游艇，干脆跟媳妇儿离婚，咱们手拉手去拍电视剧去。哎，这样不好吗？你疯了！这不叫守业，这叫腐败。你们把我开除得了。有理不在声高，淡定啊，咱们得淡定。托尼啊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这不是跟一个只有几千万用户的魔晶较劲，你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呢。不就是个语音功能吗？啊，我们大家伙都同意啊，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啊。现在最关键的是，你为什么要花钱到外面去请团队？因为这直接威胁到了我们麒麟软件的生存。我们的软件是基于 PC， 新的软件基于手机，生态环境不一样，用户体验也不一样。我得说几遍？哎呀，行了，都别吵了。哎呀，我这血压上去了。这样，我做个结论。另起炉灶，多此一举。如果你花钱到外面去请别的团队的话，那就是脱裤子放屁。我反对。我也反对。反对。都反对。哎，你是拿了谁的好处还是怎么着啊？我保证你再断一次，魔晶它就完了。这种事儿不能再做了。苹果商店打电话抗议，洛菲斯当面抗议。就算我们能这么干，也架不住那些外企给你往上捅啊！真要是认真查的话，那我们不就成犯罪了？服务器年检修哪有这么频繁？你怎么胆小成这样了？你就放心去干，出身份我给你担着还不成吗？不行，这事儿谁都担不了。之前停那2回，我也没见你怕过谁啊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干嘛推3阻4的？如果仲裁结果魔晶赢了呢？他们再开个记者招待会，反咬我们一口，怎么办？魔晶会赢吗？他有什么后台啊？你不知道。郭鑫年弄的那些数字，平常挂在网上没人看，他整理出来了，我们几个看了一头汗呐。这个要是捅进报纸上，那就轮到3大运营商经历一场风暴了。我们3家合计了一下，这事儿到此为止，听仲裁的结果吧，这是结论。结论，没我的操作，你们能干掉魔晶？跑到这儿跟我谈结论。金总，这2位是刑警队的同志，李警官、王警官。刚才他们说他们在查庄小蝶的案子。庄小蝶？谁是庄小蝶呀？啊，对，你们忙，我告辞了。这个硬盘里录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女孩就是庄小蝶，你不会不记得吧？要不咱们插上看看？哪儿来的呀？你胸口挨那一叉子，伤口没事吧？现在还疼呢。那是个疯子，你们不应该调查我，应该调查他去。他是庄小蝶的未婚夫，声称要替庄小蝶报仇。具体什么情况，希望你有时间跟我们回支队进行一下调查，做个笔录。这个硬盘呢，我会拷贝一份给你，你要做重点回忆。今天就是上门调查取证，你自己安排时间去趟支队。乖乖，
听话啊，咱不打了，咱歇会儿行吗？待会儿再练行不行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啊？闪开！你要干嘛呀？你要变成李小龙是吗？你躲开！烦不烦？又犯倔是不是？告诉我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想干了，那就别干了，都别干了，都怪我行吗？是我把你们都害了行吗？滚，都滚！滚就滚，我早想走了，你滚呀！从做梦境的第一天起，所有人砍着我脖子，我都没说过一天。你不想干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他妈也不想干了。我在里边的时候，我就反复在想，我他妈受了那么多罪，我为了什么呀？所有人都骑到咱们头上来欺负咱们了，我他妈连手都不能还。那我不干了，行不行？老大，少说两句行吗？陆康，走。听话，走。郭新年，我告诉你，等我练好了，我打死这帮王八蛋！这位是？我回答问题的时候需要律师在旁边，希望你们能理解一下。对不起，这不符合我们的规定，还请您的律师出去一下。谢谢你的配合。上个月的16号和17号你在哪儿？白天我和运营商代表在西山饭店开会，晚上喝了点酒，没回城里，然后直接去唱歌了。大概到晚上11点半才结束，我就回房间休息了。这是16号。17号早上我去了捷讯互联网研发中心，我去那儿处理了一些业务。晚上宴请了香港财团的法律代表，我有些关于仲裁上的事情得跟他们汇报一下。吃完晚饭，我去他们下榻的星光酒店继续开会。晚上大家一起吃了夜宵，大概到晚上凌晨2点半了才结束。这是17号。18号早上。可以了。和我在一起的人都可以做证明的。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再问你。这几天你去的地方基本都是公共场合，我们自己调监控就行。庄小蝶，你认识吗？认识，一个小模特。是谁介绍你们认识的？你们在一起都做了什么？谁介绍的我不记得了。这种女孩太多了。你唱歌的时候，一首歌没唱完，沙发上能坐一大片，谁会关心她是谁呢？在一起不就是玩吗？玩什么？我说了，唱歌啊。这是哪一天？我不记得了。需要提醒你一下吗？记下来。他说不记得。我根本不知道这视频是谁拍的，我真的不记得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。再说了，这跟这样子有什么关系吗？有没有关系，你说了不算。今天就到这儿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在案件没有结束之前，你不许离开这个城市，保证随传随到。
江的律师。哎，你跟我解释解释，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把视频当证据吗？不能当证据，指的是在法庭上，他们在侦查的过程中是可以当做证据用来参考的。别跟我说这些听不懂的，你就告诉我这事儿什么时候算完的？要是没有新的证据，应该不会再传唤你。我只是想知道，除了这个视频，你的事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。怎么着？你还想帮着警察来查我呀？你是我的律师。